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接着上次是讲了乳房肿块的急性，今天呢讲慢性的乳房肿块。大家知道，我一直强调，慢性病都是命运的病，这种病一定要引起重视。关键呢是要改变它的体质，体质呢其实就是一种命运。上次也说了，乳汁呢是乳腺细胞生成和分泌的，它带有呢全身六脏六腑的全部的信息。然后呢，乳房呢，它主要是属于木系统，五行里面的木系统。这个淋巴系统就是我们西医所说的淋巴系统。这个淋巴液呢，最后呢要通过呢静脉回收，然后淋巴里面的压力也是通过静脉的压力产生，就是它来自于静脉的压力。所以呢，不管是血虚也好，血瘀也好，它都会导致淋巴液流动的产生问题，然后呢导致呢淋巴肿块的形成。反过来说呢，在今天的慢性的乳房肿块这个部分里面呢，我们主要讲到的是由气出来的病。女人很多病都是气出来的，都是郁出来的。喜怒哀乐忧思恐，我们中医里面说，它是产生疾病的一大来源。另一大来源呢是外界因素，你比如说那个风寒啊，你比如说那个外伤啊。但是慢性病它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情绪，喜怒哀乐忧思恐。这些情绪呢会导致呢结节、增生、肌瘤、息肉、囊肿，中医呢全部叫真假积聚。这个呢都属于气滞血瘀的产物。凡是身体出现了气滞，你比如说经常生闷气、急气急躁、心情压抑，这个气呢不正常运行，就会导致呢血受影响，所以它会导致气滞血瘀。最后我要补充一点，注意乳腺癌和有伤口溃烂的情况呢，也不在今天的考虑之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怎么处理，吃什么东西，吃什么经方来处理，来对付这个慢性的乳房肿块。第一个，那我们平时吃东西的菜那就是要经常吃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上海人说的，比如说蛤蜊，就是那种蛤、海蛤啊那种东西，那种东西呢最好是煮汤喝。那煮汤它类似于中药嘛，那你这个菜的话，你可以如果有这种体质的人，乳房容易长块的人，那你这个花蛤啊、海蛤啊这些东西呢，也就是经常煮汤喝嘛，在家里一个菜嘛，可以天天吃嘛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很重要一点，就是有一个方子，它专门对付这种气出来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肿块。它的名字呢叫16味牛气饮。这个里面呢有当归、川芎、白芍，这个3个药呢它是活血的。除了这3样血药以外呢，其他都是气药。气药里面呢，输液、白芷、桔梗、防风这个4味药呢都是入上焦的。厚朴、槟榔、炙壳、木香这4味药呢都是行脾胃肠道之气的，它是属于中焦。桂枝、乌药呢都是入下焦肾的，暖脾胃、温肾、散寒的，这是下焦。然后最后呢，党参呢、黄芪、甘草呢，这些呢全部都是补益正气的，可以理解为那个全身经的。所以你看这个药很奇怪，它呢看上去像实方，但是它这个药逻辑特别清楚，有点像经方。我觉得这个药有可能是经方，也有可能是经方被人修改过，加了一点点的药。这是第一个气出来的。算上那个花蛤、海蛤，那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是什么呢？是厥阴祛块的。厥阴祛块呢，就是肝啊、
心包啊，属于厥阴。这种人呢，他往往你看他脉呢非常细，然后呢四肢呢有可能比较冷，它叫当归四逆汤。当归四逆汤大家前面已经讲过，这个药非常好用。好，再下面一个是什么呢？是虚劳。虚劳这种人呢，他是往往有什么呢？有经常会肚子有点不舒服啊，有点痛啊，然后呢他有点营卫不和啊，有点上热下寒啊，人呢偏黄啊，他有点怕风啊。这个里面用呢就是用小建中汤或者是黄芪建中汤，这两个药呢就是加黄芪。黄芪呢主要你这个人如果比较怕风，那就是你加黄芪，或者是你这个人有时候出的汗，衣服老是染的有点黄啊，这个是加黄芪，大家注意啊。再下面一个方子针对什么？针对的就是血虚。血虚呢，你乳房呢胀满啊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乳房结节的话呢，你可以用四物汤加草麦芽。再下面一个呢，不是血虚的，是淤血的。淤血呢，大家知道，我过去一直说用桂枝茯苓丸。这个淤血这个东西呢，它实际呢什么时候用的？你看它在肝区或者左下腹，它经常会痛，然后呢，它偏呢小便不利，大便呢倒还可以，它属于呢肝胆心包三焦这个问题，它是属于实症啊，实症就是有块长东西这一类的啊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可以用桂枝茯苓丸。乳房呢，桂枝茯苓丸它经常用于子宫卵巢，但是乳房跟子宫卵巢其实有关系的。那卵巢内呢，它能够分泌一些物质呢，它去控制这个乳房的运行，所以它们实际上是直接相关的。所以桂枝茯苓丸也可以管到这个乳房啊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呢，它这个方子，它不在经方内，但是呢，据前面的人家的医家用下来了，说这个方子对这种原因不明、状况不明、诊断不明这种情况下，血比较虚，血比较热，特别呢，这个热呢已经伤到阴了。好，这种情况下呢，用这个方子叫止根牡蛎汤，大家记住止根牡蛎汤，它能够清血热，能够补点阴，能够补点血，能够泻点火，大家注意啊。最后我补充一点呢，就是有一些药呢，在这个乳房肿块里面呢，它比较有特效，在你开方子的时候呢，你适当可以加它1-2味。这些药有防己竹茹止根牡蛎瓦楞子然后如果有痰要祛痰的话，那平利子这些东西。那到今天为止，我们把急性的、慢性的乳房肿块呢全部说好了。那谢谢大家，再见。